大家好，我是晴。今天这期我们来讲一个很多人听过，但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听过名字，没真的搞懂。这个东西就是加密货币。你可能听过，有人靠比特币赚到几栋房子，有人 all in 山寨币，最后血本无归，有人把钱放在交易所，结果交易所一倒，整笔资产跟着蒸发。你会发现，加密货币世界里的故事常常都很极端，它不是那种慢慢来、稳稳赚的市场气氛，它更像是一个涨得很快、跌得也很快、机会很大、坑也很多的地方。所以今天这期不站队，不跟你说加密货币一定很好，也不跟你说它一定不能碰，我只做一件事，把它讲清楚，让你至少真的知道加密货币到底是什么，比特币、以太币、稳定币到底差在哪，为什么这个市场这么容易暴涨暴跌，新手如果真的想理解，最少该先知道哪些坑。全程白话，不炫术语，不帮你喊买卖，我们开始。加密货币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一听到加密货币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就是网络上的钱吗？这样讲不算完全错，但太粗了。先用一个最简单的对比让你理解。传统的钱，例如新台币、美金、日元，这些钱通常都有几个共同点：由国家或中央机构发行，由银行系统帮你记账。你转账通常要经过银行或支付系统，你的账户能不能动，很多时候银行和制度说了算。但加密货币不太一样。最白话的讲，加密货币是建立在区块链上的数字资产。你可以先不要被区块链3个字吓到，先翻成人话，区块链你可以先把它想成一种公开记账系统，也就是说，它不是只有一个中心机构在管账，而是透过一套程序规则，让很多节点一起记录，一起验证交易。所以加密货币最底层的意思不只是网络上的钱，它更像是用另一套技术和规则运作的数字资产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支持者会喜欢它，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东西有几个吸引人的地方：去中心化、全球流通，不一定要经过银行，某些币种还有总量限制。但反对者也会立刻讲，波动太大，诈骗太多，监管不完整，一出事没人救你。所以先帮你收一句，加密货币不是单纯的未来科技，它同时也是高风险资产。你不能只看到它很新、很潮、很会涨，你也要看到它很容易让人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碰什么。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对加密货币着迷？因为它刚好踩中很多人的幻想。例如，不想被传统金融体系绑住，想用更自由的方式转账和持有资产，觉得法定货币会被通胀稀释，想抓下一个大趋势，想在早期就卡位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加密货币这个世界里同时有2种情绪在拉扯，一边是理想，一边是贪婪。理想那一边讲的是去中心化、开放金融，不受政府完全控制，新技术、新基础设施。贪婪那一边讲的是会不会翻倍，会不会财富自由，有没有下一颗神币，谁先上车谁先赢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很多新手不是死在不了解科技，而是死在还没搞懂它是什么，就先被暴涨故事吸走。所以这期最重要的第一步，不是问该不该买，而是先搞懂这个市场里的几种主要东西根本不是同一类。今天帮你先分3大类，你把这3类搞懂，你对加密货币的理解就已经赢很多人了。第一类，比特币是什么？如果要最白话的讲，比特币比较像加密世界的数字黄金，因为比特币最核心的特色之一就是总量有限。很多人喜欢比特币，不是因为它可以拿来做很多花俏应用，反而是因为它很单纯。它的核心叙事是稀缺，不容易被随便增发，不依赖单一国家，可以当成一种数字形式的价值储存。所以很多支持者会说，比特币不是用来买咖啡的，比特币比较像拿来存价值的。你可以不认同，但至少要知道它最核心的定位比较接近数字黄金。第二类，以太币又是什么？这里就跟比特币很不一样了。如果比特币比较像数字黄金，那以太币你可以先把它想成数字石油。因为以太坊不是只想当一种资产，它
它更像是一个平台。很多区块链上的应用，像是智能合约、去中心化金融、NFT 各种链上服务，很多都建立在以太坊这种平台上。而如果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做事，通常要支付手续费，这个费用很多时候就是用以太币。所以最白话的讲，比特币重点在稀缺，以太币重点在运作。比特币比较像一种被拿来存放价值的资产，以太币比较像一个区块链平台里的燃料。所以它们虽然都很有名，但背后逻辑完全不同，这个一定要分清楚。第三类，稳定币是什么？这个又更不一样。稳定币最白话的意思就是价格尽量维持稳定的加密资产。通常很多稳定币会去锚定美元，也就是说，理想状态下，一颗稳定币约等于1美元。所以稳定币不是拿来追暴涨的，它的设计目的就不是让你炒一波翻倍，它比较像是加密世界里的现金替身。你可以把它想成，在加密市场里，如果大家只拿比特币、以太币这种高波动资产交易，那会很痛苦。所以很多人需要一个比较稳、方便停泊资金、方便交易、比较接近美元价值的东西，这时候稳定币就出现了。所以最白话的分比特币、数字黄金、以太币、数字石油、稳定币、加密世界的现金。你把这3个分清楚，很多东西就不会混在一起了。那其他一大堆币是什么？这里老师直接白一点，除了这几个主流类别之外，其他很多所谓的山寨币风险都非常高。市场上有上万种加密资产，但不是每一个都有清楚用途，不是每一个都有成熟生态，更不是每一个都值得碰。很多币的现实是没有真正强的应用，只是题材炒作，流动性很差，容易被拉高到货，最后直接归零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是新手，先讲很直接的，不要因为某个朋友说会翻100倍，你就觉得自己找到下一个机会。很多人就是死在这里，不是死在主流币，而是死在还没看懂市场就先跑去碰最刺激、最不透明的东西。那加密货币到底怎么赚钱？通常2种。第一种，价格上涨，这是大多数人最熟悉的。你低价买进比特币或以太币之后，价格上涨，你卖掉赚价差，这点跟股票很像。所以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加密货币，其实就是把它当高波动资产在玩。第二种，链上收益或相关收益，有些人会透过质押、借贷、流动性挖矿、各种 DeFi 机制去赚取收益。但先提醒你一句，新手先不要急着碰这些，因为你如果连币本身是什么都还没搞懂，就先冲进复杂收益玩法，很容易看起来像在投资，实际上是在踩坑。所以对新手来说，今天先把加密货币理解成一种波动很大、风险很高的数字资产，这样比较稳。加密货币最大的风险是什么？很多人看到加密货币，只会想到暴涨、财富自由、提早上车，早知道就买。但直接讲，加密货币不只是高报酬的故事，它同时也是高风险的集合体。至少有几个风险，新手一定要知道。第一个风险，波动超大，股票大跌10%，很多人就已经睡不着了。但加密货币的世界里，一天10%、20%的波动都不是什么稀奇事。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扛不住股票的涨跌，那你碰加密之前真的要更诚实一点。第二个风险，诈骗非常多，这一段一定要讲重一点，因为加密世界里面真正好的东西有，但烂东西和骗局也非常多。常见的有空气币、拉高出货、rug pull、庞氏结构、假老师带单、假保证获利。老师直接讲铁律，只要有人跟你说加密货币可以保证获利、稳定翻倍、低风险高报酬，你几乎可以直接把它当诈骗看。第三个风险，交易所风险。很多新手会以为我放在大交易所里应该就安全了吧？不一定。如果你把币放在交易所，那代表那段时间你其实还是把控制权交给别人。而历史也告诉过大家，交易所不是不会出事。所以加密货币这一块，不是你选对币就没事，你还要面对平台本身的风险。第四个风险，自己保管也有代价。
有些人会说，那我不要放交易所，我自己保管，这样理论上控制权更高，但代价是责任也全部回到你身上。钱包、私钥、助记词这些东西，你只要搞丢、搞错、被骗，很多时候就没有银行可以帮你按忘记密码。所以加密货币很特别的一点就是，你想更自由，就要承担更多责任。那新手到底该不该碰？给你3个原则。第一，把自己的基本盘先整理好。这个我们在之前影片讲过了。如果你连紧急预备金、高利债务、基本保险都还没整理好，那连股票你都应该先保守一点，更不要说加密货币。第二，就算碰也不要重压。加密货币最适合的角色，通常不是你全部资产的核心，它比较像是高风险、高波动的一小块配置，不是退休金主力，不是人生翻身唯一希望，更不是你把所有钱都丢进去的地方。第三，先从主流类别开始理解。如果你真的想理解加密货币，那先把比特币、以太币、稳定币这3类搞懂，不要一开始就冲去找谁推荐的新币，哪颗会翻100倍，哪个社群在喊上月球，很多新手最容易死在这一步。最后帮大家把今天这集收成4句话。第一句，加密货币是建立在区块链上的数字资产，不是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。第二句，比特币、以太币、稳定币不是同一种东西。第三句，比特币比较像数字黄金，以太币比较像数字石油，稳定币比较像加密世界的现金。第四句，加密货币可以理解，但新手不要因为它波动大、故事多就急着重压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在问你，加密货币到底是什么？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回答，它是一种建立在区块链上的数字资产，但比特币、以太币、稳定币背后逻辑完全不同。如果这集有帮你把事情看明白，记得订阅。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，把市场看明白。我是晴，这里是投资晴姐，我们下期见 ，See it clear。